中美无人舰艇都在纷纷亮相，两国无人舰队之间的较量早晚会展开。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罗小飞。最近呢，中国下水了一艘名为珠海云的新船。光明日报等各家媒体报道，这是全球首艘智能型无人系统母船，具有远程遥控以及开阔水域自主航行功能，能够搭载超过50台配置不同观测仪器的无人机、水面的无人船，还有无人潜航器等各种设备，可以在目标海区批量化投放，并且能够进行面向任务的自适应组网，实现对特定目标区域的立体动态观测。这个船呢，根据报道属于是中山大学牵头的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用光明日报的话讲，这就是海洋科考拓展海洋科学、助力海洋经济的这么一艘新船。但是美国的研究人员很敏感，马上就盯上了这艘船，意识到这艘船虽然不是军用的，是大学研究用的，但是它上面的相关技术都在军事上有很高的应用价值。美国那个战区网站还查了一下中国科技日报2021年对珠海云的报道，认为这艘船具有先进的人工智能操作系统，可以自主航行，并且有可能成为海上多种无人探测手段的神经中枢。他们还判断这艘船的能力意味着中国可以对任何感兴趣的海域进行全面综合的测绘，让中国潜艇部队有高度精确的水下地形和水文导航数据，而且使用水下无人潜航器在反潜作战中能够给对方潜艇造成很大的压力。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比如现在常用的是反潜直升机嘛，反潜直升机反潜的时候，首先要在海面上悬停，然后要把声呐的失端放下来。失端呢，就是整个声呐里边就是泡在海水中的那个部分。声呐失端进入水下之后，在一个合适的深度开始听，听够了以后，这直升机再把这个失端拉上来，换个地方再继续重复动作，再继续听，最后在不同地点都听够了以后呢，听到的声音用三角定位法可以确定目标潜艇的位置。直升机反潜虽然很精确，但是坚持的时间不长，因为直升机受到的是航程限制，飞不了多久就必须回到母舰去加油。而如果用多艘潜航器在不同深度撒开一张反潜大网，就能在水下长时间保持监听，这就有可能比多架反潜直升机还管用。而正好美国前几天呢也是高调展示了他们的几种无人潜航器，最大的一艘是波音公司造的虎鲸。美国那个水下无人舰队包括超大型、大型、中型、小型4个类型嘛，其中虎鲸就属于超大型无人潜航器，80吨重，模块化设计，有自己的环境感知能力，还有自主航行能力，相当于是一艘功能比较齐备的无人作战潜艇。它的武器舱段呢是34英尺长，也就是10多米长。很快呢，波音公司就要开始测试虎鲸无人艇携带和布放水雷的能力。未来呢，还要计划发展一下，让这个艇可以携带导弹和鱼雷。美军对虎鲸这一类潜艇的要求是，能够在有人潜艇无法进入的区域，主要指对方的港口附近，或者是被对方控制的重要的海上通道附近进行攻势布雷。另外呢，还有黑鱼这样的大型潜航器，比虎鲸小很多，是通过核潜艇携带的，可以在任务区以外被释放出来，执行破坏性任务，有点像是这个核潜艇的中程僚机。所以美国也明白，既然自己公布了数百艘规模的无人舰队计划，中国不可能不做任何反应吧。比如去年珠海航展上，中国的云州科技公司就展示过我们自己的无人蜂群巡逻艇。我在他们公司展台的模拟器上体验了一把，就是模拟操作一个快艇试图闯过6艘巡逻艇组成的一个封锁线。结果呢，这6艘巡逻艇就能够自主协同，形成一个防御策略，对我进行围追堵截，反正我是闯不过去。在现在呢，全世界都看得到，无人作战平台方面，中美是最有竞争力的2个国家，双方都在人工智能还有集群化自主作战能力方面大规模投入。所以中美之间呢，未来很有可能发生无人舰艇之间的直接较量。这种较量一方面可以展示自己的决心，而且还能不死人，只要不死人就能够保持很低的冲突烈度。比如说渗透、侦察这些活动，被人发现之后还能说是无人舰艇失去了联系之后，自主航行、自主裁决才进入了一些区域的。那么未来在南海，没准这就是中美较量的一个新样式。好，关于无人舰艇会不会成为中美2国海军之间竞争的一个新热点，今天呢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明天再谈。